如果一个外媒记者出现在你身边，要求对一些个热点敏感话题进行采访，这个招你是接还是不接？打算怎么接？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外媒记者这个身份啊，现在在很多这个中国老百姓眼里边，还真是一个挺敏感的一个身份了。你看这两天出个消息啊，就是郑州老百姓在大街上有点那个围追堵截某国外机构的这个外媒记者了。大家先提防的是说这两个人是 BBC 的记者，然后大街上有人采访的时候，一采访一发现这还不是 BBC 的，是这个德国之声的。然后那个这种老百姓的警惕也好，围追堵截也好，发现之后有些激愤那个劲儿也好，有点类似当年北京朝阳区人民集体抓特务那个劲儿。朝阳区的人民呢，这个名声在外，警惕性高啊。可是当年有一段历史时期啊，某个特定时期，那个警惕性比现在还吓人。某国驻北京的使馆，有些外交人员干了点这个外交身份不符合的事情，间谍活动嘛，还买通了咱们这儿一个人。然后呢，就在朝阳门外某个桥底下做这个情报交易。那会儿没有什么3环4环，这个出朝阳门就是野地一片了。这两个人跑一桥底下，一小桥底下偷偷做情报交易。正交易着呢，突然间是锣鼓声大作，是人声鼎沸。在出桥一看，周围已经是上千老百姓在当地公安派出所干警和居委会大妈的领导下，就是拎着全家各种家伙事儿，什么擀面杖啊，什么笤帚，稀里哗啦围上来了。上千人就为了抓俩特务，可把这特务给吓死了。所以朝阳区人民的劲头啊，一直挺足。但是现在老百姓呢，是看着这个外媒记者也是这个劲儿，觉得像特务，为什么呢？还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什么 CNN 啊、BBC 啊，还有德国之声啊等等外媒，就有些关于中国的报道实在是过于的恶心。什么 BBC 滤镜啊、阴间滤镜，什么这个 CNN 的局部真实，还有这个德国之声的这个篡改捏造，典型就是这个德国之声那个篡改捏造嘛。上次我们说过，一个德国女孩挺漂亮的嘛，就驻青岛那个，接受采访用的是英语对答啊，都被篡改的是一塌糊涂的。所以大家对这些外媒啊特别没有好印象，特别敏感，甚至是有些仇恨。这次呢，郑州大街上德国之声那个记者呢，还有这个英国的记者呢，就逐渐就领教了一下群众的怒火。但是这些记者到了中国了，除了郑州呢，还会去别的地方，甚至有可能去新疆这种地方。如果真的有几个记者老外带着这个身边的一些雇员走到你身边，要求采访你，你怎么办？说实话，真不好对付。首先呢，你不能够像某些这个群众一样表现特别激动啊，暴力手段围攻啊，那肯定不行啊。首先这个玩意儿容易违法，你自个儿吃亏，然后很容易你这个暴力的动作被人录下来之后，最后这个倒霉的这个被人是利用的，说是中国人太暴力的，吃亏还是我们呢。你说中文接受采访呢也有风险，就是你说的是中文，可是外国的观众听不懂中文呢，他就给你翻译。但是问题是你碰上这个记者是不是有良心的不好说。假如是个很有良心的记者，那还好办。如果遇到一个没有良心的怎么办？你说一堆知心话，他给你配堆字幕，最后字幕跟那知心话牛头不对马嘴，最后大伙儿还以为是你发表了一大堆对中国政府进行抹黑的言论呢。这个黑锅你自己背上吧。那你说是掉头就走吧？德国之声这次也有招，说了中国信息不透明，还会说你看我们采访这老百姓，这个老百姓受到了政府压力，不敢接受采访等等，他总有的说。至于说你用英文大声回答，这好点吧，按说是好点，不过有可能他对付你的招数还跟对付那个德国女孩一样，你说了半天英文，大伙儿能听懂了，对不起，把这段录音全抹掉，就让你露个脸。所以啊，是防不胜防，烦不胜烦。其实呢，如果他们一心一意要黑我们，我们是真拦不住。但是如果真的遇到这些事儿怎么办？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我们可以选择有礼貌的离开，比如说我很忙之类的事情，但也可以认真，同时也很平和的表达出我们中国的一些个真实想法，必须要友善、平和、认真、严肃。友善不一定是你发自内心，起码你不能有攻击性行动吧。至少我们要表达出来我们态度，告诉他们。我们欢迎任何人在中国做出一些真实的报道，你只要真实，是我们的朋友。但如果你刻意去歪曲，你制造谣言，对不起，我身边也有朋友也在拍摄你的视频，你敢制造谣言，我也可以放在网上，那么制造谣言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其实呢，说到这里边，我想起过去一些美国人在中国的经历，同样是老外，同样是曾经对我们带有质疑，同样这些人的身份
是美国大使馆派出来的，甚至身份是美军。但是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最后成了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回到美国之后，还遇到了严厉的打击和迫害。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你像谢伟思那批人，就是这些个美军观察组里的。他们在延安生活久了，生活这期间呢，被我们这边的人格魅力所感动，不仅仅是情绪上跟我们同步了，后来还用美军的飞机把共产党的将领运到了战区。就老蒋怎么也想不明白，这边准备跟共产党开战呢，怎么准备的好好的，这帮共产党将领前一天在延安开会，第二天上前线了，怎么调动这么远距离，居然只花了1天？最后一问，是美军飞机运的。所以呢，这些个美国人也是被我们感动改造，成为我们的好朋友。那么现在我们也见过很多不同的老外，比如说我们见过在中国过春节期间把中国赞美成天堂的2个 BBC 老头。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个 BBC 记者在伦敦秉承着科学精神，帮助中国一起打击病毒阴谋论，对抗他们在香港的那些同行。虽然这些人不多，但是中国的人格魅力，尤其是中国人的人格魅力，会让一些人发生改变。当然，这种改变我们需要等待，因为会需要很长时间。好，关于外媒记者在中国的采访，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